你不用问我那些事儿，没有用。人死了，我能搁那搁着呀？我是能找谁帮我呀？我找谁帮我？找你帮我往出抬你去吗？我只能分尸，我没有选择。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丈夫，并且分解、焚烧、毁尸灭迹，手段极其的残忍。丈夫就已经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用菜刀啊把这个头部就割了下来，割了下来以后呢，他先拿这个头搁到这个小的锅炉里，完了开始焚烧。但是真相被曝光之后呢，有很多人反而同情这位妻子的遭遇。那么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丈夫？中间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。2011年11月26日下午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处工地上，正在干活的老汉张作学接到了一个电话。打电话的是自己的闺女小红。小红告诉父亲，她刚刚接到了哥哥张丽发来的一条奇怪的短信，短信内容是：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更让人不安的是呢，当女儿小红拨打过去电话之后呢，张丽的电话就关机了。女儿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呢，于是就马上给自己的父亲打了电话。老汉张作学听完之后呢，眉头拧成了一团。他的儿子张丽啊，30好几的人了，平时连句正经话都不会说，更别提给家里人道歉了。这短信来得太邪乎了。但是呢，他当时也没有太往坏处想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儿子了。张作学一家呢，住在黑龙江省五常市红旗乡西城村。他的儿子张丽呢，从小就是一个让爸妈不省心的儿子，读书不行，早早就下学，种地呢也种不好。在老两口的努力之下呢，好不容易给儿子找了一个勤快的媳妇儿，还有了一个小孙女。张丽已经30好几的人了，依旧是整天不务正业，还染上了赌博，逢赌必输，输了就借，借了再输，讨债的半夜3更来砸门，吓得孩子直哭。为了给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还债啊，本来应该安享晚年的老汉和老伴儿啊，这老两口呢跑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哈尔滨市来打工。老汉张作学天寒地冻呢去给别人装暖气啊，他的老伴儿呢在街上扫大街，一年到2头回不了几次家，就是为了替儿子还债。所以张作学接到闺女的电话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张丽这个臭小子又赌输了，发条短信装可怜，等着家人给他擦屁股。他连着给张丽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，他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媳妇张燕儿。张燕儿呢在电话里一开口就是哭腔，他说：爸，张丽不是人，他把咱们明年种地贷款的2万元钱全部都拿走了，肯定又去赌了。我跟他吵了一架，他打我，今天早上天还没亮呢，他就背包走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张作学听完之后那个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气的是浑身发抖呀。那2万块钱是他从银行贷的啊，专门呢是用来买种子和化肥用的。过了年就要种地，这钱没了，地怎么种呢？可是他转念一想，儿子跑了也不是头一回了啊，赌光了之后呢，自然就回来了。他一开始呢也没有打算回家，想着在哈尔滨啊多干几天活，好歹呢多挣一点钱回家补贴给儿媳妇。但是闺女小红不放心，一个劲儿的催他回去。这时候呢，儿媳妇张燕儿也打来了电话，说：爸，你还没回来呀？爸，你还不来呀？完，我想到那个事严重，这句话您考虑考虑，说还不来，那嘎又没有事，能说还不来吗？张作学心里一沉，这个语气不太对劲儿，家里肯定出事了。他立马放下手里的活，搭车往回赶。回到西城村呢，张作学先去儿子家，家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常。儿媳妇张燕说张丽走的时候啥也没带，就背了一个包。张作学发动亲戚邻居，把10里8村能赌钱的地方都找了个遍，结果都没找到人。他又去问村子的客车和出租车司机啊，所有人都说没有见过张丽。一个30多岁的大活人就这么凭空的消失了。就在张丽失踪后没几天，隔壁村传来了一个消息，一个姓孙的老头在自己的地里干活的时候呢，发现地里有几块没有烧干净的肉。他一开始以为谁在自己的地里烤肉没有收拾干净，骂骂咧咧的走过去，打算捡起来扔了。可他低头一看，整个人都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那不是猪肉也不是牛肉，而是依稀可以看出手脚的肉块。老头当场吓坏了，马上报了警。就在同一时间村外大坝下面荒草地里面呢，也有村民发现了类似的东西。警方很快就封锁了现场，法医鉴定这些被焚烧过的肉块都属于同一个人，而且抛尸地点不止一处。
消息传回了西城村，张作学一夜都没合眼啊，他心里有一个可怕的猜想，但是呢，自己不敢说出来。几天之后 ，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，死者正是张丽。警方展开了调查，走访了一圈呢，村民都说啊，张丽虽然好赌，但是为人随和，没有跟谁结过深仇大恨。警方呢一开始也是怀疑是高利贷杀人，可是又不对呀，如果是为了讨债的话，用得着分尸又焚尸吗？这得多大的恨呢？法医给出了死亡时间，张丽是在2011年11月25日死的。这个时间呢，让警方猛地意识到一个问题。张燕啊，也就是张丽的妻子，之前呢，她说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啊，是在11月26日早上5、6点钟。一个25日就已经死去的人，怎么可能在26日早上被人看到呢？还有就是张丽给妹妹小红发的那条道歉短信啊，是在26号的中午，那时候呢，她已经死了将近1天了，谁发的短信呢？警方再次找到了张燕，这一次他们仔细观察她的反应。张燕的平静啊，让所有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觉得不太对劲儿。自己的丈夫被残忍杀害、分尸、焚烧啊，她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说话条理清晰，好像是早就准备好的答案一样。警方决定搜查张燕的家，一进张燕的家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消毒水的味道，地面擦得锃亮，床单刚洗过，墙面有几处明显的刮痕，很明显这个墙面呢是刚刚粉刷过的。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眼里，这些过于干净的痕迹恰恰就是最可疑的。他们用特殊的蓝光灯一照，炕沿的木头缝里、墙角的砖缝里地上不明显的地方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荧光点，那些全部都是血迹。提取、送检、DNA 对比，结果出来了，这些血啊全部都是张丽的。第一案发现场就是在这个家里，而这个家里只有张燕一个人。证据摆在了面前，张燕终于崩溃了，她肩膀一塌，眼泪刷刷的往下掉，她哽咽的说出了实情。张燕和张丽结婚14年了，两个人脾气都比较急，3天2头的吵架。最要命的是张丽赌钱，而且逢赌必输，输光了就去借，借了之后呢又输光，一来二去呢就欠下了很多的债务。张燕也劝过多少回了，但是都没有用，有时候呢还迎来了丈夫的家暴。张燕哭着说，她只要手里有钱就出去赌，赌光了就回来闹，打我也不是1回2回了。张燕永远忘不了讨债的3天2头的到家里闹的那个情景，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。张燕呢就提出了离婚。离婚之后呢，张丽每个月都按时的送孩子的抚养费，并且表现出想要复婚的意思。张丽跟张燕说，之前的赌债呢都已经还完了，她说自己会改掉赌博的毛病，好好的跟张燕过日子。其实呢，两个人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，另外呢，两个人还有一个孩子呢，再加上了双方老人的劝说，张丽和张燕最终复婚了。但是复婚没有多久呢，张丽又开始赌博了，两个人的日子又回到了之前的鸡飞狗跳。就在出事的前几天，张燕的父亲被车给撞了，住进了医院。张燕呢只能两边跑，白天到医院里照顾自己的父亲，晚上回家里还得给孩子做饭做家务。就这样呢，过了半个多月，父亲终于出院了张燕将父母送回娘家，在娘家住了2天，也就是这2天的时间张丽呢将她藏在柜子里的2万块钱给翻了出来，全部都输光了，那是公婆从银行里贷出来的种地的钱。张燕回到家之后发现钱不见了，整个人都炸了。我家老太太扫道一年挣1万多块钱，搁大岗上多冷啊！我家老爷子冬天前那么冷，都得天天去大岗上给人装暖气儿，完了挣的钱给他儿子还饥荒，口饥肚惨的给他儿子还这些饥荒，背着我，知道吗？他都不寻思他爸是怎么过的日子。我想整死他吗？我整死他有意思吗？我不是非想整死他，我就寻思我认可整他们他，我也不让他再耍钱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一下他就能死啊。直到傍晚的时候，张丽才醉醺醺的回来。张燕呢跟张丽大吵了一架，张丽动手打了他，嘴里还大言不惭的说，你就知道照顾那个老不死的，家里的自己的男人和孩子你都不管了。他还指着张燕的鼻子骂骂咧咧的说，你出去给我卖身，给老子还债。张燕说，就是这句话让他的脑子里那根弦彻底的断了，恨不得把张丽给杀了，一了百了。但是转念一想呢，如果自己成了杀人犯，那么女儿以后怎么办呢？所以张燕想，要不就把张丽打成残废，这样呢就没法去赌钱了，自己照顾她一辈子，自己也认了。我俩刚打完仗，然后他上炕躺着了，搁眼睛眯上，他给我打，他打我来的。
然后我就起来了，我在地下起来了，我上下屋拿锤子，本来就不对，你还打我，家庭暴力，谁能受得了啊？是经常打你啊，还是？平时不的，就有时候耍钱啥的，因为耍钱我俩好打仗。那天晚上，张丽喝的是烂醉啊，趴在床上就睡着了。张燕躺在床上，看着眼前熟睡的丈夫，想着自己从嫁给张丽啊，每天都是操持家务，任劳任怨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迎来的却是丈夫殴打和那句卖身帮她还钱的那句话。想着丈夫的无情，张燕的眼神慢慢变得坚定，她走出了屋子，到院子里拿了一把锤子，走向了熟睡的丈夫。他朝着张丽的脊柱的位置狠狠地砸了下去，可是手一抖，锤子正好砸在了太阳穴上，丈夫张丽当场就没有了呼吸。张燕给吓坏了，拼命地摇晃丈夫的身体，但是对方没有任何的动静。张燕第一时间想到了报警，想自首，可是脑子里全部都是女儿才10岁啊，自己坐牢了，女儿怎么办？谁来管她？这时呢，她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他先把张丽从炕上拖到地上，然后找了一把菜刀，从头到四肢一节一节的分开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，他点燃了炉灶，将一桶油倒进锅里，把一部分放在锅里炸，骨头呢就扔到院子里的狗窝里，剩下的装进了袋子，准备天亮之后扔掉。但是他实在太累了，想着就先睡一会儿，休息完之后再继续焚烧剩下的肉块。刚躺下，突然就想起一件事，邻居家第二天呢要给孩子办满月酒，说好了要来他家里借桌子和椅子，这天一亮邻居就会进门，到那时候就露馅了。张燕一骨碌就爬起来，骑上了自行车，趁着天黑，他将一部分扔到了村外大坝外面，另一部分呢就扔到了隔壁村的田地里面。因为当时天太黑了，再加上他比较紧张，具体扔到了哪里，当时他自己也没有仔细去看。其中一部分呢正好扔到了隔壁村村民的自耕地里，这也是肉块没多久就被发现的原因。扔完了肉块之后呢，张燕回到了家里，开始刷墙、擦地、喷消毒水，把家里收拾的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她还用丈夫的手机给妹妹小红发了一条道歉的短信，然后就将手机扔进了炉子里。她想让所有人都以为丈夫是赌输了钱离家出走了。张燕天真的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，而在常年办案的警察看来呢，这个案子到处都是破绽。审讯当中呢，张燕交代的很清楚啊，但是张丽的父亲张作学却认为啊，张燕独自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事情。但我们所怀疑的，她不是一个人干的。一个女的能可能吗？在老张看来，儿媳妇一个人可能杀害了丈夫，但是一夜之间完成所有的分解、焚烧等工作，一个女人不可能完成，很可能另外有人协助作案。对此呢，张燕是这样说的：你不用问我那些事儿，没有用，人死了我能搁那搁着呀，我是能找谁帮我呀？我找谁帮我？找你帮我，我说抬你去吗？我只能分尸，我没有选择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为啥不报案呢？我报案，我不寻思我孩子吗？谁都想，啥不想孩子呢？有几个父母不想孩子呢？后悔吗？后悔。后来根据警方的调查呢，并没有证据证明有人协助作案，确认张燕是单独作案。2012年，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，张燕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法院认为被害人张丽长期赌博家暴，存在着重大的过错，但是张燕的作案手段残忍，社会影响恶劣，考虑到她认罪态度好，所以就判了死缓。在狱中，张燕表现良好，后来呢就获得了减刑，但是呢她具体的什么时候出狱没有媒体报道过。这个案子当年轰动一时，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很多人就骂张燕是毒妇啊，手段太过残忍了，但是呢也有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。一个农村女人嫁给了一个赌徒，被打、被骂、被侮辱，忍了14年。面对着屡教不改的丈夫，她本来是有机会选择抽身离开的，但是她没有，而是选择举起锤子，最终酿成了惨剧。而最可怜的呢，就是那个10岁女孩啊。不过呢，她现在应该是20多岁了，也成年了。希望她的人生能够少一点坎坷，多一些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这里是海岩说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